俄军的 T-80正在消失。在冷战时期，如果说有什么陆地武器能让北约指挥官半夜惊醒，那一定是 T-80。苏联人给他设定的剧本是，一旦欧洲开打，这群钢铁洪流就要凭借着机动性，在几天之内横扫平原，直饮英吉利海峡的海水。只是随着乌俄战争进入第5年，俄军的 T-80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俄罗斯的战斗序列，甚至是后方储备基地中消失。那么这些 T-80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俄罗斯宁愿看着他们消失，也不愿意重启生产线？ T-80的消失对乌俄战争的影响又是什么？关于 T-80的消失速度，我们可以看一组开源情报调查的数据。在2022年2月，乌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俄罗斯手里大约有1679辆 T-80坦克，其中现役的大概有480辆，趴在露天储备基地里吃灰的有接近1199辆。到了2026年2月，经过4年的疯狂消耗和翻新拉扯，这个数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役的 T-80勉强维持在400辆到500辆之间，看起来好像没少，对吧？这只是个障眼法，代价是后方基地里所有能扒拉出来的有翻新价值的 T-80已经没了。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，俄罗斯原本停着上千辆 T-80的储藏基地，现在空的能跑马。目前只有3个储备点还能看到 T-80的影子，总共加起来只剩下可怜的134辆。库兹涅茨克地区第22装甲装备储存和维修基地战前很阔气，停了超过600辆 T-80U 邮递型号。现在呢，卫星图一拍，只剩下大概80辆。走近了一看，有的没履带，有的发动机舱门大敞着，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了，都是零件捐献者，无法继续翻新。第6018基地更惨，只剩下20多辆锈迹斑斑的破铜烂铁。第131营设施也从战前的90辆锐减到了26辆。可以说，俄罗斯已经把状态最好的 T-80全部霍霍光了。现在剩下的这些，基本都是在经济和技术上都没有翻新价值的工业垃圾。至于这1000多辆 T-80是怎么没的，火力军只能说怪不了别人，纯粹是俄罗斯自己的问题。T-80的消失速度并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条极其陡峭的抛物线。平均下来，俄罗斯每年要从资产负债表上抹掉300到400辆 T-80。在战争头2年，也就是2022年到2023年，俄罗斯消耗的是那些封存状态较好的车体。2022年开局就是王炸，直接把第4近卫坦克师这些精锐部队的现役 T-80压了上去。结果大家也看到了，初期轻敌加上战术拉胯，损耗极高。到了2023年，消失速度达到了巅峰。为了补窟窿，俄罗斯从储存基地里掏出大量 T-80B 和 BV 型号，火急火燎地升级成 T-80 BVM 送上前线。到了2024年，消失速度被迫放缓了。那些 T-80高质量车体已经被耗脱了，看着运回来的一堆生锈的铁疙瘩，工厂里的工人直挠头，修复难度直线上升，产量自然就跌下来了。进入2025年到现在， T-80的消失速度几乎停滞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能修的车体已经接近归零了。在鄂木斯克翻新厂现在开出来的不再是 T-80 BVM 坦克，而是基于旧 T-80底盘改装的装甲回收车和重型武器平台。只能说这些剩下的车底连炮塔都扛不住，装甲脆的像饼干，只能降级打杂了。旧坦克没了，新坦克也造不出来。俄罗斯官员之前天天嚷嚷着我要重启生产线，这纯粹是战时公关骗局，听听就算了，别信。当年造 T-80的主力鄂木斯克运输机器制造厂，在2001年给韩国和塞浦路斯造完最后一批外贸版之后，坦克生产线就已经凉透了。现在工厂说是造坦克，其实就是个翻新大修厂。所谓的新型 T-80 BVM 全部是把生锈的老车体拉回来，换个新瞄准镜，贴几块反应装甲凑合出来的。想造一辆全新的 T-80，你需要焊接高强度合金车体，需要铸造炮塔。只是经过25年之后，相关的机床早就卖了当废铁了，熟练的技术工人要么退休，要么改行。重点是供应链也断了。在2002年鄂木斯克厂被迫重组的时候，制造精密轴承液压泵的供应商早就跑路或者倒闭了。俄罗斯现在没办法凑齐这些零件，还有 GTD-1250 燃气轮机的生产，这也是个巨大的瓶颈。虽然卡卢加发动机厂吹牛说我们已经恢复了量产，实际上全靠工人手工组装，产量低得可怜。这玩意儿的制造成本属于普通柴油机的3.5倍以上，在美欧严防死守的制裁下，高温合金和精密涂层技术根本搞不到。好不容易搓出一台新发动机，赶紧就送给前线趴窝的坦克续命了，哪还有多余的发动机去搞什么新生产线？总结就是一句话，重启 T-80生产线，梦里什么都有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即使俄罗斯能重启生产线，他也不会这样做。T-80之所以损失那么快，主要就是战场水土不服。苏联设计这玩意儿的时候，是准备在欧洲大平原上跟美国的 M1 埃布拉姆斯硬刚的。到了乌克兰，
遇上的是满天飞的 FPV 自杀式无人机以及攻顶反坦克导弹。T80 的缺陷被无限放大。首先就是那个自动装弹机 ，T80 沿用的是 T64那套 MZ 型自动装弹机，发射药筒是垂直竖在炮塔吊篮周围。T72和 T90的 AZ 型装弹机则是水平躺在底盘最底部的，垂直摆放的方式导致药筒的位置非常靠上。在现代反坦克武器面前，一旦侧面或者顶部挨了一发，那这些药筒就是最好的爆竹，直接上演飞头术，炮塔能飞出几十米高，里面的成员连写遗书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也是为什么 T80 会被叫做钢铁棺材。还有就是那个燃气轮机，在无人机饱和的战场上，这是靶子。燃气轮机排出的废气温度极高，等于一个超大号的热源。就算你躲在树林里不动，吴军带着热成像仪的无人机，即使在几公里外，都能一眼看到那红彤彤的车屁股，一炸一个准儿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玩意儿喝油，每100公里要喝掉642升，是 T72 的将近2倍。油耗这么高，后勤补给车队就得频繁地往前线跑。在乌俄战场上，送油的车队属于乌军无人机最爱的一动靶，油送不到 T80 就只能趴窝等死。如果是泥泞季节 ，T80 就更难受了。虽然动力强，能在稀泥里狂飙，但燃气轮机一旦吸入过多的泥浆水雾，涡轮叶片瞬间就报废。前线指挥官刚夸完他越野牛，后勤维修连的连长就已经在后面骂人了。即使造新型 T80，也只是造新棺材。T80 指不上 T72和 T90，被迫挑大梁。俄罗斯把装甲力量的底牌全部压在乌拉尔车辆厂身上，有一定的成果，但不多。乌拉尔车辆厂，这是目前俄罗斯唯一一家还具备完整坦克量产能力的独苗。从2025年10月乌拉尔车辆厂泄露出来的内部文件来看，俄罗斯搞了一个宏大的10年重建计划，目标非常明确。第一，狂造 T90M， 这是俄罗斯现在的核心突击力量，计划在10年内造出或者升级超过1700辆用来跟美欧的3代半坦克硬碰硬，同时还在编一个叫 T90M2 的新型号，据说要在2026年开始试产，主要为了解决 T90M 倒车速度慢这个祖传问题。第二，翻修 T72B， 搞成 T72B3M， 目标是翻修800辆以上。这玩意儿是用来填战线的消耗品骨干，连老古董 T72A 都不放过。2025年夏天，卫星拍到大量1979年到1985年生产的 T72A， 被拉进了乌拉尔车辆厂的维修车间。俄罗斯给这些老爷爷贴上新装甲，换上新火控，技术底盘动都不敢动，直接推上前线。等于说，未来俄罗斯的装甲部队全靠 T72和 T90这俩兄弟撑场面。T90我们就不喷了，好歹是新坦克，但 T72就有点离谱，这种复古式升级在技术上丢人丢到家了。不过在俄罗斯极端匮乏的情况下，也算是一种办法。毕竟零件通用 ，T72A 和最新的 B3M 履带和传动零件基本一样，修起来方便，培训成本也低。动员来的天线宝宝们还不明白娇贵的燃气轮机 T80，但摆弄这种傻大黑粗的柴油 T72还是没问题的。最关键的是数量掩盖质量，既然几百万的坦克也是被几百块的无人机一发入魂，那不如多搞点便宜耐操的 T72，只要数量够多，从概率学上讲就能稳住战线。不过这并不能解决 T80消失带来的问题。从战术层面上讲，失去 T80，俄军装甲兵迎来了一次全方位的战术降级。最难受的是保命能力暴跌。T80最让坦克兵喜欢的一点就是它的倒车速度，能跑到每小时11到15公里，打完一炮踩油门就能缩回掩体。T72和 T90系列因为死守着苏联那套反人类的简陋传动系统，倒车速度只有每小时4公里，这速度老奶奶推个轮椅都比它快。在现代的阵地战里，遇到无人机袭击， T72、T90这倒车速度根本活不下去。失去 T80， 爆发力和敏捷度也不行了。燃气轮机的加速性能，柴油机比不了。遇到伏击 ，T80能瞬间提速跑路，而 T72还得慢吞吞的暖机换挡，等反应过来早被炸了。在火控布局上 ，T80 BOM 的人体工程学也比 T72 B3M 好得多，装填手感和瞄准稳定性都不在一个档次。T80的消失更是彻底改变了俄军的战术。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俄军第一近卫坦克师开着 T80 BV， 动不动就搞大规模装甲冲锋，幻想着重演库尔斯克坦克大决战的辉煌。到了现在，这种画面基本看不到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机动尖兵 T80 打光了，俄罗斯失去了在宽大正面上进行快速穿插的技术底气。现在前线全部是步兵小分队在那死磕，就算指挥官手里有几辆宝贵的 T90M， 也不敢轻易派出去冲锋，太贵了，而且倒车太慢，只能猥琐地躲在二线，当个精确的移动火炮使。也正是因为极度缺乏像 T80 这样跑得快的高性能平台，俄罗斯从2024年开始搞起了摩托化装甲战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摩托战。俄军士兵骑着2轮摩托、全地形越野车，甚至还有人踩着电动平衡车，在乌克兰的泥地里狂飙。俄军的想法很直接，既然坦克跑得慢，目标大，注定会被无人机追着炸。
那我还不如用最便宜、最灵活的轻型载具去消耗吴军的防御资源，主打一个只要我跑得够快，你的无人机就追不上我。火力军不否认俄军战术转变的确有无人机的问题，但 T80 的消失也占据一定的原因。如果有一定装甲能力还跑得快的载具，谁会选择摩托车呢？总的来说 ，T80 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。那个苏联时期不计成本、追求极致单向性能的暴力美学时代彻底落幕了。也许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只有在极寒的北极地区，你还能看到极少数为了应对零下40摄氏度而保留的 T80。在乌克兰的主战场上，未来的12到18个月里，随着那最后134辆残存车体被彻底消耗殆尽，或者改造成拖车，俄罗斯只能抱着倒车龟速的 T90 和 T72，在无人机的阴影下瑟瑟发抖。火力军建议俄军的坦克兵们上车前多练练100米冲刺，毕竟炮塔飞起来的时候跑得快点，说不定还能完整一点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从开战至今，俄罗斯的装甲实力有多大的削弱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关注。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